高中的时候，我骑车挑战过北京的四环，四环它有60多公里，我当时是一口气骑完。我和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叫李哥，我们一块儿骑的。李哥是身体真的特别好，李哥是一年四季都不穿长裤的，他冬天也穿短裤啊。一说要骑四环，李哥兴奋的腿毛都立起来了。我们当时从北四环的那个北京大学出发，骑一圈回到北京大学。北大是终点也是起点。我们俩就像北大的毕业生一样，后来谁也没考上北大，但我们始终以北大为荣。我首先非常喜欢今天这个赛制啊，我们是上一轮1v1对决的2个选手，这一组组成了队友，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我觉得世界杯如果这样比的话，那阿根廷和佛得角会一同步入下一轮。我这一轮最大的收获就是和肉食动物结成了这个队友，他们是2个非常好的我的2个忘年交的朋友，现在是忘年交。然后我们的组合名字叫风味肉食，我也非常喜欢，就我负责风味，他们负责肉食，我们是绝配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观察过自然界的风吗？风也是一个非常贪婪的饕餮，因为它会把食物的味道先吹起来，自己品尝一口。哪有什么锅气，那是风在偷吃而已。我今天想用一个娓娓道来的风格给大家分享一个自行车的故事。我这段子是这样写的：首先，我有一个骑了13年的老自行车，这个车我非常喜欢，但是很破了，那个车脚蹬子都磨平了，那老蹬子老难蹬了，所以我平时也不锁。没有贼会惦记我这车，我这车有锁我不用，我就挂车上当摆设。后来锁丢了，我就明白这车肯定丢不了了。高中的时候，我骑车挑战过北京的四环，四环它有60多公里，我当时是一口气骑完。我和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叫李哥，我们一块儿骑的。李哥是身体真的特别好，李哥是一年四季都不穿长裤的。他冬天也穿短裤啊！一说要骑四环，李哥兴奋的腿毛都立起来了。我们当时从北四环的那个北京大学出发，骑一圈回到北京大学。北大是终点也是起点。我们俩就像北大的毕业生一样，后来谁也没考上北大，但我们始终以北大为荣。骑完那个4环以后，李哥又开始准备要挑战5环。我问他说：“李哥，咱都骑过4环了，你为啥还要骑5环？”李哥思考了一下，然后说：“因为5环它比4环多1环。”我说：“您才是真的5环之歌啊！”那个5环路况非常复杂的，很多地方都是乡道，一个不小心，李哥就和乡道上的乡民相撞了。谁能想到多的这一环是险象环生的环？李哥受了一些擦伤，人没大事儿。他其实都没必要受擦伤的啊，谁让他非得穿短裤？乡民也没事儿，因为乡民是机动车，乡民全责，全程都在责骂李哥，而且还讹了李哥200块钱。李哥一直耿耿于怀，直到10年以后，北京取缔了3轮摩托车。那一天，李哥往朋友圈分享了一首《好日子》。最敬佩李哥的就是骑完5环以后，他又开始研究如何骑6环。我都不敢想象，他要是真的拿下了6环，他下一步该干嘛了？下一步7环，7环这么近那么美，李哥骑河北。8环李哥该周游中国了，9环环游世界，李哥走赤道。10环李哥该上天了，10环李哥会变成一颗短裤卫星。绕着我们一闪一闪亮晶晶。当然了，前面这些环如果李哥又出了车祸，那他也会直接变成天上的星星。好在他后来没能骑成6环，因为他后来发现6环压根儿就没有辅路，没法升级路。李哥后来就开始升级车，他是后来把他那个自行车换成了一台2手的死飞自行车。死飞了解吗？死飞这种极简主义自行车啊，它追求最少的零配件，所以死飞没有闸。我曾经问过李哥，这个死飞的全称是不是死得飞快？
李哥非常幽默，他说不是，是死于非命。我说那别提了，而且他买的是一个2手死飞，你很难不怀疑1手那位曾经发生了什么。后来李哥自己也发现死飞不太好骑，所以死飞的功能就变成了李哥平时骑这个死飞去地铁口，然后改坐地铁出行。我说李哥太厉害了，你花钱买了个共享单车。李哥平时也不锁车，我也不锁车，还记得吗？我们俩这个理念不一样啊。我是不在乎，我这破车骑了13年了，哪天丢了就是缘分尽了。李哥是单纯的不信邪。所以后来李哥报警那天呢，我乐坏了，我直奔派出所。当时到了以后是一个夏天的晚上，这个时段派出所就特别像那种网红餐厅，你都得等位。它是一个治安事件的高峰期，李哥当时就拿一号跟那儿等叫号。李哥一边等号一边偷听上一桌客人的案情。看见我来他也高兴，拉着我说派出所太有意思了，咱们以后可以常来。后面这个办案的过程警察对我们是保密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李哥的自行车真的找回来了，警察真把这事儿办成了，太可惜了。真厉害，警察把自行车交还给李哥，然后告诉他说，你知道吗，那贼先原地学了5分钟，然后才把你车骑走。那贼差点也死于非命。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觉得李哥是终于明白了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因为他终于养成了锁车的好习惯。最近李哥打算把这个死飞给卖掉，他发了个帖子，他说出3手死飞，赠5分钟教学。我说李哥不严谨，4手，那贼也算1手。我看了眼李哥的报价，比他2手买的还高。我说李哥，生意人，你打算怎么把这个死飞给卖掉？李哥的那个话特别像一个2015年的创业者。李哥说，首先我们要讲一个自行车的故事。谢谢大家。我也尽量让大家快速的认识我啊。我接触脱口秀挺早的，我从大1开始，18岁那会儿，大1我就在校外沾染了脱口秀的恶习。那会儿讲脱口秀经常翘课啊。当时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师哥，他教给过我一句话，他跟我说，大学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上课的。这个话非常厉害，说这话那年我是大3，他是大5。他们都管他这个叫延毕啊。有一天问他说，师哥你为啥延毕？他跟我说，延毕能省房租，而且大学生吃那个海某捞比较便宜。太厉害了，我这师哥最后是续了2年，读完大5他又攻读了一个大6，然后才，你为什么这儿有一个毕业生在？你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在那儿注意你很久了，欢迎你啊！非常棒，你是今年毕业还是说想穿这个过过瘾？没有，我就是今年6月毕业。今年6月毕业，已经毕业了，还是说没有参加那个毕业典礼？你可以坐下了。毕业典礼就是马上就要举行了，还没。马上就要举行，先来这里彩排一下，是不是？今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其实你这是学位服吗？是的，是硕士还是本科？蓝色的是硕士。蓝色是硕士，比我高啊！有没有读博的打算？没有。最好有啊！你看今天这个冥冥中都是一种暗示啊！我们今天这个阵容的组装，我们这儿有辛博，有于博，我们有庞博、黄博。还专门请来了一位李伯伯。我们今天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啊！加油啊！我为什么要跟你互动？是因为你长得非常像我的师哥。
然后也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挑战肉食动物，因为我可以在现场抓取一个搭档。后面的内容我争取能盖过这个现挂啊，内容也是精心准备的，但我这样很开心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策略啊，它叫不徐徐制胜。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这么一个人设啊，所以我开头不是说要鼓励大家言毕，我是觉得那句话很重要，就是大学是来读书的。我是一个读书人，这个能看出来吗？我相信讲到现在，应该能够发现我的这个台风是非常的虚弱，是吧？沾点那种文弱书生的感觉。他们有人说我就是那种把我扔《聊斋》里肯定得撞见东西的。我说你说什么鬼？我是那种老派书生啊，老派的，我至今坚持阅读纸质书，不爱看那个电子的。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电子书应该没法取代纸质书，对吧？不会啊，就哪怕你平时不看书，书在家里算一种软装，对吧？你书架里放个 Kindle， 那个就是硬装。因为电子书是没法用来陈列和收藏的，电子书没法收藏啊。你如果有个朋友指着他那个电脑的文件夹告诉你，这些都是我的珍藏。你就会好奇，这是正经东西吗？黄的不看。全挂完了。我书架里至今珍藏着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套儿童恐怖文学，那个是我的启蒙读物啊，儿童恐怖文学。我那书非常禁忌，那个书封面就能把别的小孩吓一跳，然后封面上还写着一行小字儿，叫“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我非常喜欢这个 slogan， 我当年就想把它给抄走，就写在我作业本上。我也胆大的翻开，胆小的走开，这样老师要是查出来我没写作业，我先敬他是条汉子。恐怖文学对我小时候的影响就是它会让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勇敢，但让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少读，后来改读哲学。我挺爱哲学的，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很厉害，书里介绍说他每天就站在雅典的广场上质问来来往往的人，他的目的是希望让全雅典的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最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我当年在这段旁边批注了一个字“该”。我说您太冒犯了，但我非常喜欢苏格拉底，因为我从小也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是毅然决然的选择全职讲脱口秀。这个非常的困难，至今是非常的后悔。我为此还放弃了本校的保研，不是，是延毕。我觉得这样讲会有效果啊，我也可以直接讲延毕的，强化一个误导。我怎么可能保研呢？是热爱脱口秀的，但是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迷茫。最迷茫的那段时间，有一天梦见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笑着对我说：“该。”反正就是老派书生，热爱纸质书，还喜欢纸质书的一个点是喜欢闻书的那个香味儿，因为书香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的，而且书它越老越香，大家有共鸣吗？那种老书很香，而且随着那种岁月的沉淀，你会发现那个书的纸张也会变得焦黄而油润，所以书就是植物版本的腊肉。书就是一种对树的烹饪。
为什么有的人买了书以后从来不看？因为他在等最佳赏味期。为什么有的人翻书的时候会舔手？这都见过，为什么？这个跟吃披萨一样，指尖有芝士的香味。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熟食腊肉的比喻啊！谢谢你们，我还准备了一个比喻，关于读书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读书就特别像神仙享用贡品，营养吸收了，但东西还在。所以阅读何尝不是人类的神仙体验？希望我也能有勇气把这个脱口秀就停在这里啊，但很难。我平时讲这两个比喻我非常喜欢，但他经常冷场。我甚至为此专门咨询了一个非常资深的脱口秀老前辈啊，我就把我这俩比喻发给他，问他说：“您觉得怎么样？”哎，老前辈跟我说：“我感觉就像蝴蝶的翅膀。”我说：“哦，说我浪漫。”他说：“不是，是两个都要删。”我说我不删，我不光不删，我把你也写了进去。观众要是喜欢，算我们俩的功劳，算我们仨的功劳。观众要是不喜欢，你就对我说一个字儿，该。谢谢大家。我的这个表演风格是台风非常的虚弱。这个是我天生的气质啊！大家看我演出不用担心我的健康，因为现在演出老有观众看着看着纳闷儿，这个演员是不是要休克了？挺健康的，生活中就是这么个人。有喜欢我这个风格的会评价我像马三立，就很多年前的相声泰斗，肯定没到人家那个艺术造诣。他们就是说我身上有一种看一场少一场的那种老艺术家的感觉。这个真挺冒犯的啊！对此我只想表示我倒。这02年的网络流行语啊，我倒我至今都非常喜欢使用。这可好使了，这个复古。我是一个这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我最近是特别想找工作。我首先没有影射这个行业衰败的意思啊。我只是这个脱口秀讲到现在，我是真的发现，这个脱口秀的奥秘就在于你创作要想好，生活就不能过太好。这个真的挺残酷的，我晕。这个是03年的那个，我导的升级版，这个更俏皮一些。所以你明白这意思是吧？工作很重要，得找一个工作让自己吃点苦才行。有一些找工作的设想，首先我的第一个设想就非常的艰苦，第一个设想是创业。创业我具体的赛道是餐饮。哎呦，太苦了！想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啊，这个大家一定跟上我的思路啊。我准备在线下开一家早餐的买手店。就是早晨买入各种美味的早点，下午晚上去卖。这个太厉害了，很多人生命的痛点就是有些美食起晚了吃不着了。你比如说油条豆腐脑，对吧？麦当劳猪柳蛋卖满分。这个最好吃了，我上一次吃是高考那天。本来还想卖其他的，还想卖那个鸡蛋灌饼。有没有吃过北方的那种烤炉鸡蛋灌饼？圆的，特别好吃。这个现在卖不了了，现在这个做鸡蛋灌饼的都太狡猾了，他们现在白天不收摊儿。我们就没有竞争力了，因为首先他们成本更低，我们的货就是从他们那儿进的。其次，他们的货比我们的脆。
我囧。这个是08年的年度词汇啊，这个08年是网络流行语的黄金年代。明白这意思是吧？早餐的买手店理念就是让大家在除了早晨以外的任何时段都能吃上早点。店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早饭就该睡前吃，英文名叫早 C 晚 A， 就是早餐晚安的意思。这个行吗？行，真行啊！我现在差一个投资，因为我不打算赔自己的钱。还有另一个设想，这个更加浪漫一些啊，打算当一个深夜里的那种脑洞作家。脑洞作家，我每天都熬夜啊，这个就是我身体虚弱的秘诀。熬夜熬多了，就发现熬夜有好处的，人在深夜会迸发出很多那种脑洞和哲思。你就感觉世俗就是有一个误区，它就是默认熬夜没有早起勤奋。早晨你看见公园里有一个人跟那儿800标兵奔北坡，哎，你会觉得这个出早功练声呢非常勤奋。但你要是大半夜看见有一人跟那儿800标兵奔北坡，你就会感觉他是不是真看见了？我每天都非常勤奋地记录那种深夜的灵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不好？来一个凌晨1点我的哲思。有一天我发现这一定跟上啊。发现这个山和楼房，它们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山和楼的原理就是一块地上能住更多的人，一层一层的，对吧？山也一样，山的形状是一个锥形，它相比平地增加了表面积，所以上面能长更多的树，所以山就是树的楼房。这个感觉有点像乞讨。都能跟上，对不对？能跟上，咱们再来一个凌晨3点的。这都循序渐进啊，3点这更烧脑一些。我进一步我又发现，我觉得人的生活不一定比树自由。我们的古人把山里的树制成了书籍，然后书籍指导人类盖起了楼房，搬进了楼房，也就被困在了2点一线的生活里。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一切都是树的阴谋？就是树想把人类困在2点一线的生活里，谁叫人类首先砍伐了树木？这个就是我凌晨3点琢磨的东西啊。很多人都劝我早点睡，但是你琢磨出这些，你头脑风暴一旦开始停不下来啊。最后再给大家来一个凌晨5点的。5点这个我最喜欢了啊，这非常短。向平静的湖水射箭，成绩永远是10环。说的就是那个涟漪，特别像一个靶子，箭落在哪里，哪里就是靶心。我觉得这个挺浪漫的啊。这个写完早点都出摊了，我就直接奖励了自己一顿早饭，顺便还想出了那句“早饭就该睡前吃”。这个就是我们脑洞作家的工作啊。其实作为脑洞作家，我们相信每个人在深夜都能迸发出这种脑洞和哲思，都可以。只不过有的人睡着了，灵感就变成了梦，醒来你就看不懂了。所以我们要熬夜创作。其实不是真的想找工作啊，这个创作本身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10环。谢谢大家。哎。对，好，老说我跟电视上不一样，这回一样了。对，我剪了一个很难看的头发。我自己知道，因为每天有不同的人看见我就问我，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剪头？我是去韩国剪的。事实证明，人还是得跟理发师沟通。我最开始对他很信任，我说随便剪，突然就不对劲了。
最开始我还美呢，还哼歌呢，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完之后自拍一张发给我朋友，我朋友说你也太冒险了。我说是啊，以后可不能随便找个理发店就进了。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像爱冒险的朵拉。剪完之后我问理发师多少钱，他说折合成人民币300。我说行，给我吧。本来我没觉得这个头发有这么不堪，我是前2天搁大街上，然后一个戴着口罩的女生找我合照，我说来拍吧拍吧，啊，拍完之后她跟我说你放心，我不会发社交媒体。我说随便发随便发，我也不是明星什么的，随便发。她说我不发了，我俩都太难看了。你跟谁俩？我俩呢呀？我俩都太难看了，那你倒给我个口罩啊你！这能比原来难看那么多吗？他是不是近视眼认错人了？拍完照一看，哦，你不是张若昀呐你！太难看了，不发了不发了啊！不爱剪头，不爱剪头。他总是能非常稳定、持续的带给我伤害，而且我最害怕那种非常自恋的理发师，就明明他剪得很难看，但他就是有那种自信。小伙头，我给你抓一下嘛，剪成这样还抓啥呀？我想让110抓你，剪得不好还爱说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废话。小伙，你头发太毛躁，你得做一个蛋白矫正。你是一个沙发，你知道吗？你还是一个茶几呢你。我藏你遥控器了，我沙发了。从小我就很想控制自己的头发，但是我不能。我高中管头发也非常严，啊，男生必须得剃寸头，夏天是6毫米，冬天是9毫米，假装的可有人性。我拿你这3毫米保温呗啊！每年到春天就又得剪了。我高中最共情的一句古诗是“2月春风似剪刀”。我说这贺知章是不是我学长啊？而且你头发不能太长，你也不能太短，你不能剃光头，光头算是怪发。如果我是学校，我绝对不说光头是怪发，你让学校很没面子。有人头发长，你很有威严。我告诉你啊，回家之后赶紧给我剃了啊！你拿光头怎么办？你只能等待。你不能说，我告诉你啊，回家之后赶紧给我涂米诺地尔啊！我觉得头发从来不是头发，它是谁说了算。没有学校的时候，就是我爸说了算。我小时候一直在留酱筷子头，就是那种正方形的平头。啊，我爸觉得好看啊，有几何之美。我洗个头像拧魔方似的。因为他对我的要求是精神，他希望我头发立着，但我是希望我头发少气。我希望我头发歇一会儿，咱俩剪头的标准就完全相反。他剪头，他是一种农民心态，就你得剪得多，哎，你得有收获。我得看剪得好不好。咱俩就是我看脑袋，他看地。我留头发，他要剃。有气只能心里憋，因为我是儿子，他是爹。每次剪头是我一生气他就满意，我一满意他就说没剪，说我上网去了。其实我真去了。我从小到大不能有个性。我记得初中男生都是留这个齐刘海，有一天我就剪了一刀斜刘海，老师看见我就非常生气，他指着我，他说：“林剪起，我告诉你，
你头发是斜的，你心就是斜的。我说老师，你说反了，我头发是斜的，我鞋是新的。我不敢主动追求个性，所以当头发剪成这样的时候，我非常生气。但同时我心里知道他来了，个性降临了。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剪这么个头，我全部赖给理发师。但其实我剪成这样已经半年了，这半年我一直在偷偷的维持原样。知道有多难吗？但凡剪错一点它就好看了。我有时候觉得没有人看我头发的时候，我才能做到真正的自由。总有那种问题，就如果说你只能带一样东西去无人岛，你会带什么？我会带一把剪子，一天一个新发型，我剪给大海看。丑就丑吧，我就爱丑，就让大海带走我的爱丑。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好嘞，好嘞，好嘞，不要这样了，我们再选新的冠军，好不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烈欢迎我，哎，朋友们，你看，哎，我是不是也是这2年努力的在观众面前经常出现，才让大家相信我不是一个恶人的，对吧？朋友们，我这一轮就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哎，我这个面相确实太粗糙了，我很羡慕其他的一些单口演员。我就永远做不到他们那种能在舞台上让观众笑中带泪，展现出那种精致的破碎。为什么？没人同情你这个面相的人。我就想，我现在就搁这讲那个，我也有抑郁症。到时候呢，弹幕评论肯定是，你看，我就说骂他有用，你知道吗？可给他骂抑郁了。破防了，再来2句。没人同情你这面相人，我就说我原生家庭也不幸福，我妈老打我。观众啊，他妈能打过他？他爸咋不打呢？我收到很多那种评论，都是说我这种人看起来面相就很无情，说这样的你这种人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无法共情苦难，你这辈子是不是都没哭过？我现在已经麻了。我说是，我从来没哭过。我生下来那天都没哭，我出生第1天先剪的泪腺，后剪的脐带呀，从我妈肚里钻出来，我就抹着把脸，磨磨唧唧10个月，这给我憋着呀。真的，朋友们，我甚至收到过那种善意的私信，都夹杂着一丝戾气。他说：“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原话，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你这种直冲天灵盖的直男味儿真的很治愈我。看了你的表演之后，我学会了勇敢，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做一个爱骂人的小女孩。我说你翟叔叔是小男孩啊。朋友们，哎，我今天来就想挑战挑战，说实话，我真的想努力改变一下，就是挑战挑战这个播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给我这种面相的人解释解释。啊，瞅大家这反应能看出来，这个挑战很不小啊。朋友们，说实话，说我这种面相人没经历过苦难，无法共情苦难，真的很冤枉。我作为一个东北90后，我负责任给各位讲，你知道我从小的挨多少打，受多少挫折，才能变现在这么善良吗？我小时候挨打那时候都没有共情这一说，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霸凌对象这个词儿啊，没有，谁管你叫霸凌对象？我小时候挨打没打过人家，他不叫你霸凌对象，管你叫完蛋玩啊。我小时候挨打了没打过人家，让我爸知道了，他为了教育好我还得再打我一遍，一边打你一边教会你人生中第一段绕口令，下回他再打你就像我这么打你这么打他，听见没？这就是那个时代。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奥德赛时代，我从水浒传时代过来的。真的，水浒传时代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应该知道，水浒传的流氓打人零强零弱，强的他也打，弱的他也打，
打强的他有成就感，打弱的他有趣味性，你知道吧？他们打你会给你一个毫无逻辑但是百搭的理由，叫你挺美的。就你叫翟亚宁啊，你挺美的呗。毫无逻辑，就你学习好啊，你挺美的呗。有时候都前后都矛盾，你长这么磕碜，那你挺美的呗。一边打你还一边喊让你美，让你美。打完之后问你还美不？我从小就能共情潘金莲，我就知道美是一种罪过，朋友们。哎呦我的真的，我长大之后看那广告我都害怕。那个面膜广告说你本来就很美啊。这就是我那时代经历的。朋友们，我说实话，对于霸凌我真的很有话语权。前2天我看了一个关于霸凌的帖子，一边同情一边又很伤心。他说你以为的霸凌是我刚才讲那种黄毛堵你墙角踢你管你要钱，他说真实的霸凌是一堆面相和善的人，然后形成一个小团体孤立你一人，完了嘲笑你。我说句心里话，朋友们，虽然孤立人也不对哈，但我多么希望我小时候经历的是这些真实的霸凌。还孤立你一人，那不是放过我一马吗？我都没看懂啊！一群人形成一个团体，把你孤立起来嘲笑你，这不脱口秀吗？这不是？你们还笑？你们这帮霸凌的人啊！这就是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因为你挨打了同情你，但你会因为扛过挨打而有人夸你。我经常被夸，翟亚宁你真厉害，被5个人踢自己就站起来了，就这么夸你。如果这也算夸奖，我也夸了很多一轮游选手，我说你真厉害，在台上2-5分钟自己就下去了。这就是那代人情商。而且你知道最讽刺的就是挨打这个人本身，他也不因为挨打而感到难受，他会经常也因为自己扛过去挨打很骄傲。我经常跟别人说，这也就打的是我，要你早被打死了。所以朋友们，这就是我那年代的问题，你知道吧？很多男性他就以为那个挨打了之后，挨过苦难之后跨过去了是用来吹嘘的。朋友们，所以我最后我挑战一把，我想说一句我心里话，我特别共情吴京老师。他是为数不多因为苦难挨骂的。我跳过楼，你跳过吗？这是苦难呐！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没人共情他，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一致，是吧？就你跳过楼，那你挺美的呗。我共情他，我们只是没学会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而已。咱不会半夜12点在小某书上发一个帖子，是吧？被坦克压过的，请来我这儿集合一下。没学会呀。哎，朋友们，说实话，非常感谢各位跟我笑到现在，真的，我一点不骗各位，真诚的说，这个段子这个主题应该是我讲了3年线上写过最难的一个段子。如果你们一下不笑，这段子就是纯直冲天灵盖直男味儿的演讲。谢谢各位，谢谢。我真的很开心，但也不敢太开心，因为开心过头了之后，播出来就有人骂你，就你叫翟亚宁啊，你挺美的呗。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现在住在上海，但住得很远，有时候去市中心的路上会收到一条文旅短信。这里是上海。我说什么？这里是上海？那刚才是哪里？该不会回去的时候还要给我发一条吧？这里不是上海了啊，弄小的发。住的也是一个老小区，我很讨厌楼下那种门禁，就是外面装着一个铁门，屋里连着一个座机电话，这样方便别人过来探监。铃声很吵，经常被别人摁门禁吵醒，但是用的时间久了之后呢，也会开始被驯化，因为现在这个外卖员他一摁铃就给我送饭吃，一摁铃就给我送饭吃。现在门禁一响我就流口水，
很不方便，经常拦住一些外卖和快递，还有一些弄丢门禁卡的住户。那么谁是这个粗心的住户呢？有天夜里我2点多才回到家，一摸兜，完了，被防住了，站在楼下就进不去。我终于知道大禹为什么3过家门而不入，门禁卡被大水冲走了。没办法，想回去呢，就只能摁别人家的门禁，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我下不去手，我就想要不我点个外卖，然后填邻居的门牌号，让他来摁。但我也下不去手，但我也不敢，我就抬头看，哎，有一户还亮着灯，空调也在往下滴着水。我说要不摁这家吧，人家起码没睡。我就数1、2，这不我家吗？确实没睡呀，一个熬夜的都没有，就我一个年轻人。我说那总有起夜的吧，我就在那儿等。我第一次对中年男人产生期待，我就在那儿挨家挨户的找。等到手机没电了，也没有人起来。所以说，大家以后睡前一定要多喝水，你知道吗？指不定帮到谁。然后我就出去到路边借了个充电宝，想着干脆在街上走一走。我住的附近呢，跟城市里完全是2个样子，没有高楼，商铺都只有1层，名字也都非常朴素。路口的水果店叫水果店，早餐店叫早餐店，招牌上不加老板的名字。这 logo 很大，但 ego 很小。生活很直接，很简单。市区的理发店全是什么 beauty hair、fashion salon， 我这儿就叫快剪，甚至不叫10元快剪，就叫快剪。听上去根本不像店名，像是一种命令。走在路上能看到有很多任务要做，开锁、快剪、照相，感觉我走完了小偷的一生。开锁，被抓了，快剪，照相，然后关到铁门里等人来探监，就是很简单很朴素。我路过最像上海的店是一家烧鸟，居然开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我仔细一看，掉了一个偏旁，烧鸡。合理了。路上很多店招牌上的字笔画都掉了一些，我看到就开始担心，我说以后进店会不会被招牌砸到，对吧？这要是被偏旁部首砸死了，那尸检报告上该怎么写？死因宝盖头，盖头上了。很难接受这种招牌死法。看到的店名越复杂就越害怕，对吧？因为它笔画越多，掉的越多，概率越大。所以去吃炒面就比小面要更危险，除非炒面已经掉成了小面，再也不敢去吃什么biang biang面。夜里也很冷清，想找个地方进去逛一逛，但也只有2家店还开着，一个是成人用品店，另一个是殡葬一条龙。该选哪个去逛？真的很难抉择，而且2家店还就开在一块儿，挨着。你知道从那儿经过是什么感觉吗？就垂死病中惊坐起，哎，忽如一夜春风来。2家店门前还都挂了一个同样的牌子，写着24小时。这就很哲学，因为它的营业时间就代表了消费者的需求时间，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死去，也随时随地都有人在用力的活着。
可能就是现在，是吧？就有人因为意外死去，也有人因为意外诞生。为什么开在一块儿？方便投胎。复活点，这是一个。路上也没有看到什么24小时便利店，只有24小时成人用品店，24小时殡葬一条龙，顶多还能再找到一个24小时 ATM。我就住在这么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夜生活，只有爱、死亡与机器人。我后来不知道走了多远，只知道天亮的时候，手机又收到了一条短信，这里是上海。于是我就回家了，躺在床上回了一条，这里也是上海。很累，睡了一整天，一睁眼，天塌了，充电宝没还。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徐不弃。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音乐脱口秀，聊聊分别啊，聊聊分别。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擅长处理分别的人，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希望可以用这首歌送给那个重要的人。我和你的缘分就这么3年，你赶我走，好像我从没有出现。我搬出东西从你家里边，只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成全？我亲爱的房东，你就把押金退我吧。离开之前，我已打扫干净，地板亮得像你的秃顶。不知道你哪里还不满意？你说不满意你家的户型。我为你付出，你怎么忍心？毕竟我再住1年，你房贷就还清。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又说我的猫抓坏了沙发，可那沙发是我买的啊，我家猫也只有路由器呀。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只说自己没办法。好怀念当初的我们多暧昧呀，我礼貌问价你都不敢回答，你只敢说撕，后台撕我撕，暧昧的你呀。水电费我决定没有欠费，物业我也帮你补了2年。为了你我已经做到了一切，包括为你我愿意吸干所有甲醛。你就把押金退我吧，你说都不容易，我也理解啊。我熬了半年，楼上装修终于装完了，那又是谁的新家？你说是你的啊。我只能一箱一箱把回忆封箱，我走后那些蟑螂谁来喂养？我期待你别看到我
狼狈的模样，也期待你别回来，看到你的房子变成毛坯房。因为就在刚才，我拆掉了你的空调，送给搬家师傅他都不要。我看不到未来的路多遥远，因为我们在搬你的床垫。每次分别总在雨季的晚上，我只好帮你打开了窗，任雨点撕。你的木板肯定会翘边，可我的蟑螂肯定能繁衍。你也会想念我吗？在这炎热的盛夏，因为我拆下来的空调和空调外机不小心撞反了。你也会想念我吗？你坐在我的沙发，你是否也会看着电视发呆？因为你遥控器在我这儿呢。你就把押金退我吧，拆不掉的煤气灶好像在看笑话。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所有仇和恨终将被放下。你听啊，是是你家的瓦斯。还记得我只交了水电吗？燃气没交你别怕。谢谢各位。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演员，我叫海宇，谢谢大家 ，Hello， 名字叫海宇，是一个藏族。我觉得很多人对藏族还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印象。之前打车碰到一个司机，一上车就问我：“小伙子，老家哪里？”我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他没听过，愣了一下，说：“这是一个地方还是？”我说：“一个地方。”他对我很好奇，开始观察我，透过后视镜，我能感觉到他想夸我的家乡很漂亮，但他应该是第一次见到藏族，所以他观察过后是这么夸的：“你们那边有蓝天哦。”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他，我感觉不管怎么回答，我们两个都像一个弱智。是吧？我总不可能把头伸出去，我说：“哎呦，咱们这边没有啊。”来了，发现咱们这边真没有。他对我的好奇开始增加，刻板印象开始叠加。他说的话我已经听不懂了。少数民族小伙子，有点意思。蓝天，来一点。蓝蓝的天空。我才反应过来，他想让我唱这首歌。朋友们，我是会唱，但我不会唱，因为腾格尔是蒙古族。他再这么回头下去，我们真去天堂了。好不容易到那个目的地，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哎，怎么少数民族小伙子一路上不说话，一点不大大方方的呢？”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对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的刻板印象就一定要热情大方。不是的，是吧？我们那边也有我这种 INFP 藏族。草原上除了牛和马，也有小蝴蝶。我就是那种不敢跟人发生冲突，害怕打架吵架，会把委屈吞在自己心里的那种讨好型藏族。最怕的就是他这种索取型汉族。我感觉我只要给他报了我的民族身份，我的笑容就得挂在脸上，印在脸上。包里面装满了牛肉干，
脖子上挂60条哈达。一上车，他说：“先生，手机尾号。”说：“不要管那么多，扎西德嘞。”讨好型藏族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我之前演出结束，我想去吃水果，买一盒阳光玫瑰，这么小一盒，120块，太贵了。我打开那个包装袋一看，它都被拆封过了。我心想，你二手玫瑰是卖的贵啊。但我真的没有勇气说出那一句我不要，不敢说。我脑子里面全是我身边那些 ENFP 藏族朋友，自带高原气势，为自己发声。我想学他们，我也气沉丹田，努力练习。我说：“老板，你给我过来！这么小一盒卖这么贵，为什么？说！”我觉得我太帅了。老板看着我，我们这儿就卖120。我说：“好的，没问题，老板，对不起。”真的怂了，我小蝴蝶振翅就只能挣1个回合。我回酒店吃那个阳光玫瑰，哎呦，越吃越委屈，越吃越委屈，但眼泪还没掉下来，阳光玫瑰就吃完了。我好想变得爽快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我看了我酒店桌上的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够真够爽，要做就做最爽快的自己。INFP 喝完直接变 IMSK， 我是爽快的蝴蝶。我也知道这个广告出现的有点突然，但我要挣钱买阳光玫瑰。刚刚花了120块钱，不想当老好人。从那天起，我发誓我要改变我的性格。我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我要当超雄。我想自信一点，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群体是过于自信的，那么能不能把他们的自信分我一点？比如说唱歌手，我真的很羡慕他们，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提需求的群体了。我看过他们的演出吗？一上台就开始提需求了。Put your hands up. Give me some noise.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他们 please 都不说的。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会非常在演出结束非常张扬地问出一句：“我是谁？”太帅了！我看他们的演出，我知道他们的名字，我都忍不住喊了几句。我觉得藏族很适合当 rapper， 真的，因为我们那边的高原文化和说唱文化就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比如说我们那边也有很多 beef。beef 也是我们那边的第一生产力。我们还有 beef 干、beef 面，还有大家最出名的毛 beef。但你们从来不听藏族 rapper， 你们只会去听维族 rapper， 对吧？那些新疆 rapper 名字寓意好，又酷又帅，爱热。那吾克热，一听就烫。你很难出去跟别人说，我反正喜欢尼玛。我喜欢。我有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扎西尼玛，一听就超雄。他的性格，他都不属于那种快乐小狗，他属于那种快乐藏獒。谁需要他的名字，他咬谁。但这篇内容一定要提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被污名化了。给大家介绍，尼玛在藏语里面它其实是太阳的意思，所以这篇内容提到他的名字，热度肯定不会低的。我想学他，我也想咬人。我回到那个水果店，我反思自己，我就是信息给太多了。rapper 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给我报价120，我脑子里面在想啊，120。啊，这也太贵了！我要不要说120好贵？啊，说了他会不会笑我？啊，我要不要说？要不要说？哎呀，好害怕，好担心。rapper 过去直接，或者我在想，人跟人对峙的时候，如果我害怕发生冲突，我能不能说他听不懂的语言？如果我可以说我的家乡话，我在那个水果店老板，我会非常的自信，我会非常张扬的看着他，我说，哎。俺哥可这样的人，
俺过卡子俺给人，我没有唱歌啊。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指119能不能卖？我知道几分钟的脱口秀很难真正改变我的性格，但我已经在练习提出需求了。这个节目录到第3轮了，我提出的第一个需求就是，我真的希望这篇内容讲完之后，以后演出可以有人知道我是谁，我是海宇，谢谢。嗨，朋友们，嗨，我叫于博，又来了。嗨，那第2年来焦虑，因为我发现我从去年上节目开始，我就越来越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会在任何平台搜自己的名字，小某书、某音、某伴儿、淘宝闲鱼、天眼查。我去年节目的表现上，某伴儿只有2条评论，2条差评。第1条说我面相不好，一看就会家暴。第2条说我现实私底下打过翟佳宁。你要不看节目，单看这2条，是不是以为翟佳宁娶我了？从去年节目下来之后，太想要别人的认可了，太想要。每天做咖啡就管写稿，第一件事先拿出微信看有没有那朋友恭喜我，看着恭喜就点开，妈的，一条消息，恭喜你获得5万块钱贷款额度。我想要那种认可，我发现从小到大得到的都是那种玩笑式的认可，那种不真实。我高考毕业的升学宴上，我爸一个朋友用开玩笑的口吻给我搂到怀里说：“哎，于博，上大学了，这把发挥的不错，运气挺好，这把让你掏着了。”啥叫掏着了啊？那是大学呀，还是厕所啊？发挥的不错，我不是复习的不错吗？我怎么就那么会发挥呢？我是黑化肥，会发挥。你怎么还能恭喜别人运气好呢？我高考又不是蒙的，打的嘎踩脚交卷的上大学了，那我多余上高中。3岁会走路那天就能高考，3岁踩一脚交卷了，我名都不用写，老师拿卷子一看，哎呀妈，泰莱尼斯稳稳鞋。没有人想在努力之后被别人说幸运，对吧？勾践卧薪尝胆复国了，你不可能来个外交使臣说，哎妈，大王你真幸运。勾践破防了，拿个小刀给他胆卸下来，晚上回去接着舔，因为他的胆大。他肯定也是主动分享自己当年有多努力，想让别人夸他吧，对吧？卧薪尝胆这事儿，他不自己主动往外说，谁知道啊？那胆不是他睡觉之前偷摸舔的吗？他舔胆时候直播了，直播板块是猎奇吃播，舔一狗胆4个机位，第一口让粉丝先舔。边舔边说：“哎妈，给主播点点关注。”汪富差拿个小屋就给他关注了。不可能吧？不可能吧？因为越王要是会开直播，就不是越王，是王越。我理解的。我要是勾践，我也得让全世界知道我卧薪尝胆。我那个士兵入伍之前就必须把卧薪尝胆纹后背。岳飞闻精忠报国，就闻卧薪尝胆。士兵都害怕说：“妈，大王新字笔画太多，能拿拼音带吗？”卧薪尝胆都不会是我们的历史典故，是我们的体验项目。我在川沙那儿修一个尝胆乐园，我们乐园能直接喝鸡尾酒，尝胆冰茶。吉祥物是赵子龙，因为他浑身是胆。我理解他，我也是那种困在别人的眼光里了。我们就是这样，你在乎别人的眼光，你就完全看不到自己真正拥有的是什么，只依赖别人的夸奖。
我意识到那一天，就是那天有天在写稿的时候，旁边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和她闺蜜在倾诉自己的容貌焦虑，很漂亮。对面的反应听到好像有焦虑，好像她有传染病。对面说：“姐妹，你有啥？容貌焦虑？你要有容貌焦虑呢，你让这帮人怎么活？”我就在旁边喝咖啡。你焦虑，为啥死的是我呢？我命凭啥有你不由天呢？咱讲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你怎么殃及另一个城门呢？环顾四周，整个咖啡店就我一个人。老板出去抽烟了。老板宁肯死于肺癌，不死于容貌焦虑。都给我听难受了。我说来喝杯咖啡，给自己喝成丑人了。我喝的不是美式吗？但我不针对她，我理解的，我真的理解的。我针对她的闺蜜。你这情商当什么人呢？你上童话里当魔镜好不好？你拿魔镜，白雪公主都不用死。往后一焦虑，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你嘎把小矮人拽出来。你要有容貌焦虑，她都不用活。所以容貌焦虑好像才是那些有姿色的人，王后公主的特权，对吧？矮人没有容貌焦虑，矮人有这玩意儿啥用？别人都看不着。他想有个魔镜，问他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魔镜啪给他嘴巴，啪给他嘴巴。说你怎么那么能说那么有用的呢？还全世界，你在你家排第7。为啥在乎别人眼光？好像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拥有担心失去，对吧？所以我就理解他，但我不完全理解，因为我就没有容貌焦虑，我有容貌绝望、容貌抑郁、容貌双向情感障碍了。但可能这就是时代的命题，对吧？你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边，所有人都是你自己的魔镜，所以与其问魔镜，你应该直接洗脑魔镜。王后那天就应该跟魔镜说：“你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一针见血的方式告诉我，我为什么这么美。”说实话，镜子里面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映射，对吗？我其实很早以前已经问过镜子，谁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人了。我看着镜子里面倒影，我知道他已经给过我答案了。他说赵本山。我讲完了，谢谢你们。哎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数。今天呢，想给大家演一个不太一样的小节目啊，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做的绘本。想看吗？想。OK， 那么既然要出绘本、出书呢，那自然就少不了书最重要的妖风。双雪招倾家荡产推荐。笑到无力，黄渤笑成黄渤。治愈神漫，黑灯复明。我都看不了这个。以上推荐呢，均未经过本人同意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欣赏陈数的喜剧绘本《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通常有这种说法：高处往往有更多的植物和叶子可供它们觅食。因此，蜗牛就会开始往上爬，白天爬5米，晚上滑4米。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秋天来了，叶子都落到了地上，于是蜗牛开始往下滑，白天滑5米，晚上爬4米。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树又长高了。蜗牛叹了口气，真难啊，高树。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通常有这种说法：一只蜗牛掉进了深井里，白天爬5米，晚上滑4米。充满智慧的人们都在讨论它会在第几天爬到终点，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去搭把手。麻木不仁的人类呀！蜗牛这样想着。
于是蜗牛放弃了，一直滑向井的深处，白天不出门，晚上不出门。就这样，蜗牛变成了井底之蛙。井底蚊子很多，于是井底之蛙点上了一盘蚊香。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还有这样的说法：蜗牛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于是蜗牛发愤图强，白天爬5米，晚上打滴滴。终于，蜗牛爬到了法国，这里的餐桌十分恐怖。麻木不仁的法国人呐，这个吃蜗牛的社会。蜗牛继续赶路，爬到了瑞士，这里的雪山十分寒冷，蜗牛缩到了壳里，变成了瑞士卷。最后，蜗牛回到了国内，终于摆脱了食物的命运，成为了一个新能源车的门把手。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通常有这种说法：蜗牛在干燥情况下会爬到墙壁上，用粘液封住壳口，将自己粘在墙上。如果向它们喷上水，就会复苏。于是，小明拿着水壶来到了水池边，每过1秒流入5毫升，流出4毫升。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小明患上了静脉曲张。不过幸运的是，水装满了。妈妈夸奖小明很有毅力，于是小明拿着这壶水，帮妈妈洗了第1次脚，然后向蜗牛浇上了洗脚水。从那以后，小明每天都接水帮妈妈洗脚，左脚搓5下，右脚搓4下。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妈妈的强迫症犯，十分生气，打了小明耳光，左脸打5下，右脸打5下。就这样，在60岁的时候，小明用一生治愈了童年，而蜗牛依然在治愈脚气。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也有这种说法：爬到高处可以提高找到合适伴侣的可能性。一只地上的蜗牛遇见了在高处的心上人，于是在地上用粘液写字告白，白天爬5米，晚上爬4米。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 ，I love you 被拒绝了。为了掩饰尴尬，蜗牛只好继续向前爬。I love work。终于，蜗牛又遇见了别的心上人。就这样，蜗牛掉进了爱情的深井里，白天爱5个，晚上忘4个。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蜗牛爱情的深井里已经人满为患了，于是蜗牛当上了2房东。客厅隔5间，卧室隔4间。就这样，蜗牛的深井变成了一个法式蜗牛披萨。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通常有这样的说法：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阿树阿上2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现在上来干什么？阿黄阿黄，梨儿不要笑，等我爬上，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蜗牛偷走了鸟蛋。白天偷5个，晚上偷4个。于是蜗牛孵起了鸟蛋，白天孵奥运，晚上孵奥迪。终于，黄鹂生气了。白天闯5关，晚上闯4关。就这样，小明被学校开除了。
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小明的爸爸妈妈和老师并没有向他耐心解释。长大后，小明离开了家乡，外出打工，白天打5份，晚上打4份，双周上5天，单周上6天。就这样，小明成为了一个永远也不知道蜗牛为什么往上爬的大人，空有一身的财富和一身的静脉曲张。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当人们讨论答案的时候，蜗牛已经在往上爬了。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柯震。第一轮讲了个最近去看病的事情，然后第二轮讲了一个最近遇到的骗子，这一轮讲一讲看病遇到的骗子。我们有好几个病友群嘛，经常就会混进来一些骗子啊，我很难受，你们很难理解我这种心情，因为我是群主。建这个群是让大家汇集力量嘛，互相帮助一下，结果骗子进来一锅就把我们全端了，我等于给骗子打了个窝，你懂吗？哎，他们就怎么说呢？就冒充患儿的家长，暗戳戳的在那打广告，啊，就听他这么一讲，你感觉我们这个病啊，上海五官科治不了，北京协和同仁都治不了，但是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崂山路与海河路路口向北500米那个王振华医生应该有90%的把握。我老听人说寻找王医生呢，这么偏是不太好找。哎，你看那个医生一看就靠谱，他头像啊是自己举了个锦旗，写的在世华佗。华佗那会儿都没这个病，华佗那会儿这个病就叫瞎了。华佗肯定治不了啊，治不好的病华佗肯定不会碰的，因为华佗上一世就是碰了治不好的那种头疼，这回把曹操咔一刀就完了，才去转世的，转到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哎，那个骗子医生那个文案写得很夸张，王老先生6代祖传世代医学世家，就很玄学，整得跟那个大师一样。哎，他那个疗法也都是自创的一套理论，属神经穴位注射，纳米针灸离子导入，哇，这个很听着就厉害，就那种传统古法手搓高科技。一听好像也不太像他自创的，像是华佗跟爱因斯坦联名了一下，是吧？华佗开的方什么 E 等于 MC 方，看不见看得见那都是相对的，狭义上你看不见，广义上你被更多人看见了，我听着我就治愈了。确实是大师这么厉害的疗法，基本上治的都是那种3甲医院不敢治的病。大师主打一个胆大，大师应该派他去拜见越王勾践。而且一般怎么说呢？靠谱的治疗啊，你评估疗效首先要排除什么安慰剂效应。大师治疗主要就是给你扎针，然后充分运用安慰剂效应。它有很多种方法，让你感觉视力似乎是提升了那么一点点。说给你扎1个月的针，那个视力表能多看1行，多看1行。你1个月不玩手机，能多看2行，几按睛明穴都能多看1行。再说了，扎针肯定有效果，你往脸上扎多疼啊！扎3针，孩子就开始背那个视力表。家长带着来这儿看，真是没招了。扎1个星期，孩子全招了。孩子说：“妈妈，其实我能看见，妈妈。”假头衔、假技术、假疗效，3甲医院。鉴别这种3甲医院其实不难，你就看他有没有在那营销推广做包装。正经的医院，厉害的医生哪有空啊？这忙的脚都沾不了地，对吧？现在很悲哀，被这些骗子逼的，那些医生百忙之中也得出来做这种医学科普，都刷到过吗？对吧？就被他们逼的，因为那个舆论地方你不占领，那个信息就被骗子填充了啊！逼着医生出来跟大师抢人，Doctor 硬刚 Master。
你要但凡懂一丢丢英语，你就知道 Doctor 比 Master 厉害，对吧？你看完了 Doctor， 回头还再去看 Master， 你就是吃饱了撑的。搞得 Doctor 发完 paper， 回头还得当个 TikToker。那医生啊，就无精打采、一副要死的那种，强行还在那科普说那个，大家好，我是同仁医院眼科主任，今天分享一下青少年黄斑变性这个病。这个病呢，现在还没得治，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骗子闻着味道就来了，下面留言说我家孩子治好了，在那个陕西宝鸡岐山县那个王。医生在上面苦口婆心，骗子在下面日进斗金。我跟好多这种家长聊过，因为后来加强了审核，进来之后呢，有人申请进群，我先审他一会儿，聊了一下，发现大多数去看这种医生的那种家长，去之前心里其实有数，知道大概没什么用，但他就觉得孩子这样了，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你可以呀，什么都不做总好过你乱来呀。老想着要做点什么操作一下，家长心态跟那个散户一模一样。这钱放在账上，他难受，老想要操作一下，操作一下。你多操作几下，钱就不是你的啦。孩子还没瞎呢，家长先选择性失明了。我理解这种焦虑啊，你花点钱，你问心无愧，对吧？但是能不能找点那种性价比高一点的骗子？啊，我妈就带我也去看过一个大师，但流派不一样，他是那个更古法一些，那个做了一场法事。啊，就是你尽量不要被骗太多钱，因为万一啊哪天真的突然他就能治了，你家钱没了怎么办？对吧？花了最后一天钱把孩子给治好了，孩子一睁眼，家徒四壁。白茫茫一片，孩子说：“妈妈，妈妈，真给我治好了吗？妈妈，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呢？妈妈，我不是白内障吧？妈妈。”讲到这，谢谢大家。